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人，分手很多年了，你偶尔还是会想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开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你甚至偷偷幻想过重逢的画面，可当真的再见到他，你却发现对方已经活成了你羡慕的样子，而你也不再是当初那个人。210年前，简·奥斯汀在他最隐忍、最戳心的一部小说《劝导》里，写出了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痛。错过的爱情到底值不值得等？分手8年，他没有等他，重逢后却比任何人都更配得上他。1814年的英国，27岁的安妮·埃利奥特出身贵族，却过着灰暗的生活。8年前，他深爱着一个叫温特沃斯的海军军官，他英俊、勇敢、雄心勃勃，却出身贫寒。在家族和教母的强烈反对下，19岁的安妮听从了劝导，她亲手把那个最爱她也让她爱的人推开了。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，因为父母反对，因为异地，因为对方当时没钱，收入不高，不成熟，我们选择了理性，选择了放手。8年过去了，安妮依然单身，容颜渐老，家族也早已衰落，而温特沃斯成了海军英雄，赚到了大笔财富，变成了人人追捧的黄金单身汉。他回来了，身边围满了年轻漂亮的姑娘。最残忍的不是他不爱她了，而是他依然爱她，却始终无法原谅他当年的没有主见，不够坚定。他故意在安妮面前和别的女孩暧昧，故意说我喜欢那些坚定，不会轻易被劝导的女人。安妮只能默默忍受，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他的世界里。直到莱姆海滨的一次意外，一群年轻人在陡峭的石梯上嬉闹，性格冲动的路易莎从高处跳下，重重摔在台阶上，失去意识，流血不止。现场一片混乱，有人尖叫，有人手足无措。而安妮这个一向被认为柔弱毫无主见的女人，却瞬间冷静下来。她迅速指挥大家如何搬动伤者，如何止血，该去哪里求助。她的声音坚定而清晰，像一道光刺破了混乱。那一刻，温特沃斯第一次真正重新认识了她。更触动他的是后来在巴斯的一次偶然偷听，温特沃斯无意中听到安妮和哈维尔上校谈论男女之爱谁更持久。安妮轻轻地说，女人对爱情的忠诚往往在希望已经断绝之后还继续存在很久很久，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。这句话像重锤一样砸在温特沃斯心上，他终于明白，这8年来安妮从未停止爱他，他只是把这份爱藏进了沉默、忍耐和自我的成长里。那一晚，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，你刺穿了我的灵魂，我现在半痛苦半希望，我对你曾经那么深爱，却被你抛弃，我试图说服自己忘记你，却怎么也做不到，你对我太不公平，却又如此无可替代，我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了。你的一句话就能让我重新获得幸福，你的一句话也能让我彻底绝望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给我一个回答吧。最终，他们都发现，对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人，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配得上彼此。后来，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，幸福地结了婚。劝导最打动我的不是重逢，而是留给我们的思考。等待的意义从来不是等那个人回来，而是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即使等不回曾经的所爱，你也会等到一个更值得你爱，也更配得上你的心爱。安妮没有把8年时间用来悔恨或停滞，她在沉默中读书、思考、照顾家人，完成了自我成长。正因为她没有原地等待，所以
当命运再次把他们拉到一起时，她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劝导的小女孩，而是那个能和优秀男人并肩站立的女人。想想我们身边，有人等了几年，最后等来的是对方和别人的婚讯；有人没有刻意等，却在分开后拼命变好，意外的在更好的版本里重逢。区别从来不是等不等，而是你等的时候，有没有把自己活成值得被优秀的人爱的样子。所以，如果此刻的你正在为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心痛，别把全部精力放在等不等上，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好好学习、工作、健身、旅行，不断提升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们会以全新的身份重逢，那时你不会再问他还爱不爱我，而是笑着发现我已经值得被任何优秀的人好好爱了。劝导真正想告诉我们的，不是错过的会回来，而是我们是否能让自己值得再拥有爱情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让我们下期视频见。